你现在每天都是不务正业，忙活自己那点所谓的生意，生活上处处敷衍我，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短了，但是你好像从来没有把我当做你的家人来看待，在你的眼里，我就是你的保姆。你根本就没体谅过我在外打拼挣钱有多不容易，每天就知道唠叨我，埋怨我，对我一点包容都没有。咱们俩这样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感觉这矛盾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真的不知道咱们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夏先生50岁，来自河北，私营业主，有请。崔女士43岁，来自河北，电商，有请。欢迎两位哈，相亲认识的对吧？对，在一起1年了1年多了。喜欢吗？还可以吧，就还可以哈。喜欢吗？没办法说。哦，这就叫一言难尽，是吧？所以今儿来这儿了，是吧？咱就把这没办法说化开了说说吧。认识的时候是喜欢的，对吗？起初是想的挺美好的，因为他这人是比较实在的。实在人。然后一见钟情呢，还是谁追的谁啊？起初也是他先追的我吧。啊。现在就是经历这1年多的时间吧，就发现了各自的一些缺点，然后矛盾也就慢慢的产生了。因为他属于那种典型的那种大男子主义的那种人，就是在家里什么活都不干，就跟甩手掌柜的是一样的。哦。我白天忙于工作，回家做饭打扫卫生，他不但不帮手吧，还在旁边挑三拣四的。哪来的这么大的底气啊？又不干活还挑剔。按传统嘛，男主外女主内，他呢做的饭菜不好吃，卫生呢打扫的也是马马虎虎的。你1个月给人多少钱啊？生活费5000。人家干活那些钱呢？哎，你说2夫妻嘛，干活啥2夫妻？你们结婚了吗？还没有。这没有什么2夫妻啊，嘚瑟什么呀？真是5000块钱是您吃您喝的钱，人家干家务什么，你给人钱了吗？什么臭毛病就！我现在特别不爱听的就是所谓的大男子主义。大男人是指顶天立地，对吧？你在那儿在家里面作威作福，这走啊，也没结婚，都这样你还不跑，还在家里。我就感觉着吧，这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毕竟都到这个年纪了，能走到一起也不容易。对，您愿意啊？毕竟我还有俩孩子嘛，老二还小，跟我前夫离婚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积蓄。现在毕竟他说句实在话吧，稍微比我还宽敞，挣的比您多一点。对，在生活上可以给您一些帮衬，是这意思吧？对。俩孩子现在都跟你们生活在一起吗？大的上大学了，小的在一起，所以还指望着他往家里交钱呢。对，我自己现在做的这个属于电商嘛，收入也不是特别的高，所以能忍就忍吧，毕竟原来自己也苦过也难过，走到一起毕竟也不容易。那我就理解了，所以大男子主义就很嚣张呗。除了这个在家里这个不干活扔俩臭钱就嘚瑟之外，他还有什么对您不好的呀？哎呀，他就是把钱看得挺重要的。就拿前段时间来说吧，我姨她生病了，而且我姨跟我这关系一直走得特别近，虽然是姨，但是那时候她是什么生病住院需要医药费，我跟她说了，她说手里没有那么多，我就想你说人家张嘴了，毕竟是救命嘛，我就把我自己手里的积蓄的3万块钱拿出来了。结果她知道了，就指责我嫌我把这钱都借出去了。人家拿了自己积蓄的3万块钱给姨看病了，为啥你说人家呀？他哪有积蓄呀？他和他前夫离婚的时候1分钱也没有啊，现在反而借他姨3万块钱，他的这钱还不是每个月我给他生活费里面攒出来的呀？其实我本身有那个钱的，你知道吗？我跟他在结合之前吧，就我有那个钱，但是我一直都舍不得花，就是万一遇到什么急事的时候自己能拿出来。但是这次我姨张出嘴来了，你说毕竟是医院等着交医药费呢。听明白了，这等于在这个财产的认定上面双方有冲突。女士认为这是我的私房钱，对，您认为是从跟您在一起生活之后生活费里抠搜下来的钱，对，是这意思吧？对，行了，这是一冲突。我们再说啊，刚才说到了电商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自己在手机上卖一点东西。他做这个电商吧，本身又挣不多少钱，家里一些事儿吧也给耽误了。其实我们家也不是没钱，我一个月收入也得1、2万块钱。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电商最好你就别做了，你在家里做一个全职太太，每个月我多给你3000块钱，皆大欢喜多好啊。他因为做这个电商耽误好多事情，就拿做饭来说吧，有的时候他忙的来不及做饭，就买点那个半成品回来做，甚至于有的时候叫外卖。所以在您的脑海里面，娶一个媳妇儿是来给您做饭、热炕头的，是这意思吧？差不多吧，就是您负责挣钱，他负责伺候您就行了。是啊，您是觉得还应该有自己的事业是吧？对，我不想做全职。现在时代发展的特别快，别说是3年2年了，你就是1年可能做全职的话，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甚至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也有一定的危机感。如果说像我这样全职的话，我在这个家里一点经济地位也没有，甚至时间长了之后，他可能就把我给赶出去。这个想对了，这是来自于经济上的，对吧？对啊，和双方对于这个婚姻的认知的。还有别的冲突吗？他特别喜欢跟他这些朋友们啊在一起吃喝玩乐的，打牌啊、下象棋之类的啊，每周就好几次，要不然又到半夜才回家，要不然直接就到天亮了。我也是为了应酬生意啊。再说了，我就那么点儿爱好，你还想给我剥夺了？我想吧，你说这应酬终究得有个度，您说是吧？你不能一周就好几次。我要是天天在家，咱俩还不是天天吵闹啊？不是，您这应酬是指什么呀？喝酒、吃饭？对啊。其实严重一点就是酗酒。每次都喝多？对。管过吗？管过。因为他身体不好，肝不好。哟，那不能喝酒了。其实我并不是说心疼他每周吃饭花的那点钱，就是特别注意他的身体。每次喝酒回来之后，脸色都煞白，第2天就哇哇在那一吐就得吐多半天。还是我一直在身边照顾着他，但是他不理解。每次喝酒回来吧，我就跟他絮叨这些事儿，他就嫌我烦。我也想过治他，但是适得其反了。您怎么治的呀？那一次晚上吧，他出去喝酒了，我就把那个门在里边给反锁上了。我的想法是什么？等他回来的时候，楼道里能冷静冷静。结果在楼道里大喊大叫的，就把邻居都吵起来了。你说我再怎么着，我也不能骚扰邻居啊！我就把那个门从里边打开了，刚一打开门，就对我那个破口大骂的。就让我从这个家里滚出去，他就认为是什么呀？房子是他买的，我没有权利要求他不回家。我那次是喝酒喝多了，事后也给你道歉了呀。那叫酒后吐真言，你根本就没有把我当你的一个家人。你说咱们相处在一起了，我从来没心疼过钱，我就想着能把你的身体照顾好，咱们能够白头偕老一直走下去。但是你是真的不理解我。那他是经常跟您发脾气吗？说您吗？是。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们那天一起去逛超市，然后我就在那个货架上看了一款那个韩熙的酱油，我就感觉挺好的，当时也没看价钱，就直接把那个酱油就放在购物车里了。他呢就注意的就看了一下，其实并不贵，比普通的酱油也就是贵个1块2块的，哎，就在超市里就指责我说那个买东西不看价钱。说我有什么公主病，没有那公主命。当时我就听着，我就想，你说他叨了2句也就算了哈，毕竟在商场里那么多人了。结果他叨了起来没完没了了。我说你就别说了。结果我回了他几句，就在商场里守那么多人就吵起来了。我说的有错吗？你买啥东西连价格也不看，吵起来就买，这是像过日子的样子吗？您不是说您负责挣钱让人做全职吗？买瓶酱油怎么就不行了呢？也不问问价格，连看也不看，吵起来就买，你说这样是不是乱花钱呀？您是不是觉得他花钱大手大脚？对呀。哦，问问啊，你们双方父母对你们俩这段关系怎么看呀？我母亲吧，属于那种老传统，就是想的，你说你40多岁了，毕竟也受过伤，别管他怎么样，最起码有一个家，别说他有钱没钱，最起码我累了的时候有一个避风港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支持你们在一起交往吗？我妈也是
勉强支持吧。您母亲呢？我妈对她也有看法，她这人脾气啊不太好，沾火就着，跟我妈关系搞得也不算太好。在一起住吗？偶尔我把我妈接到这边来。偶尔住怎么就会觉得你脾气大呢？一开始过来的时候吧，我就想老人过来嘛，相互照顾照顾也挺好的。但是呢，在一起时间长了之后，我就会难免说一些他的一些小毛病。你比如他这个爱酗酒，抽烟过度这些东西，我感觉这个挺正常的。跟老人说，我的出发点是很好的，就是为了他身体着想嘛。但是他母亲这个人吧，比较护短，就是护犊子那样的，不允许我说他半点的缺点。就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就起了口角了，就吵起来了，甚至说的更难听的话，就是绝对不允许我进他家那家门的。你说我老妈年纪都那么大了，这一辈子过来也不容易，作为咱们晚辈的来说，顺着她点呗。他老是让我顺从，老是让我忍。你说有的时候小事我能忍也就忍了，你像这种事的话，我就感觉到忍不了了。所以叫准婆媳也不和，对吧？对。你们现在谈了1年多是吧？对。还没领证对吗？没有。想过领证吗？像他这种状态，不敢想。您想过领证吗？感觉到能在一起生活就在一起生活，实在过不到一起也没办法。你们的邻居怎么看你们的关系啊？我感觉这跟邻居处的吧，跟楼上这个邻居发生过口角。去年他家那地暖呀要漏水了，我说你去跟人家说说，老是这样的话，咱这房子不糟蹋了吗？装修挺费劲的。然后他就想是什么呀，息事宁人吧。但是我耗不住，我就直接找到人家邻居，跟人去理论这些事儿了，就吵起来了。当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上来吧，你给我帮帮吧，你哪怕在中间说一句中间话，最起码人家知道这家里有男主人，不至于老是欺负一个女的。结果他也没去，我就感觉着窝里横啊。对，他那个脾气啊，一上楼就跟人家大吵大闹，把人家邻居吧也给惹烦了，故意就不修。我真的没办法说他。你说当时我给他打电话让他去了，他就不去。行，好，明白了。您家孩子多大呀？老二。明年上1年级。男孩女孩啊？男孩。我的天哪，跟他关系咋样？要是不喝酒吧还好点。不是，那你这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就跟一个男人住在一起，怎么跟儿子说的呢？当时因为他对我们也挺好的，对我娘几个，我就想未来的依靠就依靠他了。我就跟我儿子也是灌输他是一个父亲的角色。您有孩子吗？我有。孩子多大了？姑娘20多了，结婚了，所以没负担了哈。怎么看他的这个儿子呀？小孩子也挺可爱的，我也挺照顾的。那今天来图什么呢？我也不想让人家说处了这么1年多的时间了，朝三暮四把他给甩了之类的。我还是想能挽留还是挽留吧，尽量能改改就改改。不是谁挽留谁呀？是你挽留他呀，还是让他挽留您呢？还是要挽留这段感情啊？我挽留这段感情吧。感情没了，您觉得？差不多了吧。我这么问啊，他要走，您现在挽留他吗？想着挽留吧，毕竟说实在的，年纪都那么大了，成一家人家也是不容易的。那他现在要求跟你结婚，你娶她吗？可以。又可以了？刚才不是说不娶吗？凑合过吗？我说的是能过在一起就过，过不了一起那也没办法呀。那到底是过还是不过呀？顺其自然吧。那他提的问题您能改吗？比如说不要喝酒啦，稍微对他尊重一点，不要那么大男子主义，您能改吗？以后在生活中注意吧。刚才您说了一句话说的特好，你说依我这样啊，估计到时候他就把我给踢出去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是吧？对。那与其等到那一天，为什么不自己独立出去呢？虽然说这个临时的父亲不是特别的称职，但是我也想孩子出门的时候有一个父亲。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这段关系当中，更不愿意离开的是女士。这种情感我们需要捍卫吗？各位老师，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真是寄人篱下呀！所以我觉得女士，既然你刚才表现出来的那么要强，你知道你刚刚有一刻让我觉得，哎，好棒哦！离异带2个孩子的妈妈，然后还净身出户，真的很棒。因为你说我做电商啊，我不能没工作啊，我不管这个电商你能赚多少钱，
但至少您一直在要求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但是再一听，怎么在情感方面好弱？你明明知道他不能给你想要的一个温暖的家。你所谓的温暖，就是丈夫是有责任心的，无论是对妻子、对孩子还是对家，他要有责任心。然后同样你也想要一个能够体贴你、关心你的人，但他一样没给到你啊。是他数落你，他嫌弃你，然后他也没有尽到家的责任。那您到底为什么呢？我觉得如果要解释的话，就一个，我要寄人篱下，因为我没房子，因为我的钱不够养孩子。也不完全是。既然不完全是，那您为什么还要拼命在这个地方呢？所以我觉得我们想明白，如果我就是为了在他这儿生活，我可能就是寄人篱下，那你就不要对他有那么多要求，因为你本来要的就是我用我自己为这个家的付出换来我在你家的生活。5000块钱的生活费。对，5000块钱。而这5000块钱里边包含着家里的日常的开销，那些开销可能3、4千就过去了。所以你不就是这个吗？那你就讨生活，就在人家家讨生活，不要有要求。如果你要谈爱情，那你就平平等等谈爱情，或者谈你2次婚姻到底要的是什么。但我觉得你一边在跟我们说我想要的是他的钱，我没有钱，我可能养不活孩子，你一边又想做着独立女性，我想要独立，我想要捍卫自己的尊严，我想要爱情，我想要平等的关系，没有。所以想明白，同样对于这位男士来讲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您是选了一个好女人，您不懂珍惜，然后你还自个儿践踏。我跟您说一个不太好听的话，就像您这样子喝酒，您今年50，您觉得您能活几年？我自己的身体，我感觉都挺好的。我遇到的肝癌的病人都说我身体挺好的，最后肝癌痛苦的要死。我就拦您一句啊，肝不好的人一般论日子都论月，不论年。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数字算错了。对，不是年，按月算您的日子，那应该挺多月的。我为什么刚跟您说这个话？如果这位女士但凡有点不好的心思，没事啊，哄着您开心嘛。你每个月给我钱，我全存上小金库了，然后我每个月再哄着您开心，您再多给钱了，到时候您直接完蛋了。他这边有钱有势的，人家图啥呀？不就可以这样吗？所以他是真正在为您好，他希望您把酒少喝一点，是真心的把您当家人在体贴。您倒好了，您觉得人家是管你了。所以你也得想想，如果您真的2婚想要找一个对你好的人的话，什么是好？不是把您放出去什么都不管叫好，不是您拿着5000块钱打发别人叫好，而是他真的为这个家尽心尽力的，他既要照顾您，也要照顾这个家，这才是真的好。所以如果您真的觉得说你就是在我们家来图我们家钱的，您不如放了他，直接干干脆脆的回答，我不会娶你这样一个女人的，我也不会给你5000块钱的，你自己出去吧，我们俩就分开。如果您真的想要跟他在一起，您不如踏踏实实的收心，该少喝酒少喝酒，该为这个家多操点心操点心，该对他好点对他好点，这可能才是真正要组建2婚家庭最需要您做的事情。所以我倒觉得您2位都已经奔5了，奔50的人更是要清楚自己2婚到底图的是什么，图的是有个人知冷知热，还是就图的别人家的钱和色。如果不图钱不图色，那就得图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对于夏先生我就说一点啊，咱能不玷污全职太太这4个字儿吗？首先第一点，她是您太太吗？第二点，什么叫全职太太？全职太太的第1条就是她有自由支配财物的权利，她有吗？没有。您这不是找太太，您这是找保姆。保姆的价的话，5000块钱啊，就只是保姆的工资，不包含您的吃喝拉撒。所以您以为您1个月1、2万的收入已经算很高的了，找一个老婆绰绰有余，我能养得起她，所以你就做全职太太就好了。那不是对她的尊重，那是在彰显您自己的虚荣。其次，更多的要说的是崔女士，您现在彻底的体会到什么叫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了吧？是。他就是因为抓住你这个软肋，知道你离不开他，知道你离开他以后带着儿子没地儿住，所以你活得这么卑微。
为什么要让自己活得这么卑微呢？你明明知道你要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双手，让你和你的儿子过得好一点，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卑微呢？你以为你这样卑微，你儿子看在眼里，他不懂吗？现在不是你一个人寄人篱下，是你带着你的儿子寄人篱下。你以为你把门锁住不让他进来，他在外面大喊大叫，你儿子不懂吗？你如果还想让他健康的成长，你就一定要马上带着儿子搬离这个家。是，第一，你没名没分。刚才那话也说给你听的，什么叫全职太太呀？你是太太吗？不是。你跟他有合法的领证了吗？没有。为什么就要住到人家家里面去呢？今天的卑微都是怨你自己，你还带着一个孩子跟你一起受苦。我不相信你凭你自己的努力，你哪怕租一个小一点的房子，你们2个人自己说了算，你自己能够买得起那1瓶酱油的时候，再去拿那1瓶酱油。连1瓶酱油都要被人指着鼻子在超市里面说你，这些你儿子都不知道吗？你以为上1年级的孩子什么都不懂啊？这段关系里面问题最大的是您让自己特别不值钱，连同带着您的儿子一起。我最心痛的地方，觉得您太可怜的地方就在于您是一个妈妈，您要忍辱负重。一方面你说我得忍着，我有一个起码有一个住的地方，第二方面是我得忍着，起码让我儿子有一个像父亲一样的男人的角色在他身边。可是这是一个父亲的角色吗？如果你真的还有那个自尊心的话，真的想要靠自己的双手独立自主自强起来的话，让你的儿子未来还有一个好的生活，尽快搬离他的家。谢谢。你们之间有什么爱情？你凭什么在这个舞台上打着爱情保卫战的名义来评理呢？来要人家的施舍呢？你又凭什么打着爱情保卫战的这个旗号来让人家说，哎呀，你要在家好好的做全职太太呢？你要收敛你的脾气呢？你知道他为什么收敛脾气吗？他收敛脾气唯一的理由就是说你得给钱。他脾气很大的，对不对？脾气不大怎么可能跟邻居去吵架呢？脾气不大怎么可能跟还不是婆婆的这个男朋友的长辈吵架呢？你要吗？你不要就让他们走啊！你要什么呢？你就要这种地位，因为你知道他是冲什么来的。你一个月能挣1、2万，我觉得你吹牛。以我这么多年的职场经验，我不认为你有那么多的钱。你也就给他说描绘一个大饼，你说2万说5万都行，你给人只有5000。你要真有，你拿出多点啊，加3000，你别做那个工作，干嘛呢？砍价呢？你有那么多吗？我就不信你能再拿出3000来。你要再拿出3000，你哪有那么多的钱去应酬啊？哪有那么多钱去买别人的面子呀？你是抓住他的弱点了，你就是用这个钱来买了他对你的这些所谓的感情。你爱儿子对吗？那他酗酒的时候对你儿子什么表现啊？妈妈带着我住在一个什么人家？你不就缺那个房子吗？自己挣钱租房子住啊。他和你儿子没有关系，他只有真爱你的时候跟你的儿子才可能有关系。你那个有法律在保护你都要不来，你跟这个人要，你是在求，你是在把自己的感情、自己日后的生活中5000块钱1个月卖给这个男人，包括你孩子。你爱孩子吗？爱。好，想想我刚才的话，什么是爱？不能让孩子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赶紧离开吧，带着孩子搬走，就这样。谢谢曲总。成年人都很现实，我觉得现实没问题，但是不能活得无耻。你没有尊重过他，如果他是一个你的雇员，你都会尊重啊。你能对你们家请来的阿姨，她就是拿错了1瓶酱油没看价格，你就当众大骂吗？敢吗？您也是同样啊。没有爱了，待在那儿不就是交换吗？交换也得有尊严啊，尊严呢？人家可是让你滚了。儿子怎么想啊？剩下的事你们2位自己考虑，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只要你能把你这些坏习惯能改掉的话，我还是不会忘记我们的初衷的。我想，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白头偕老的话，我想还是能够继续走下去。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听到人家的态度和意见了吗？你可以觉得我们说的都不重要，但是至少莎娜老师说的那一点，你应该考虑考虑。一个小学1年级的孩子住在一个莫名其妙的不知道叫叔叔还是叫大爷的男人的家里，妈妈也不知道逼着这个孩子叫什么，然后就看着妈妈和这个男人天天撕吧，这男孩长大会成一什么样？您自己琢磨。谢谢两位庆会。哎，我跟你说，我很少说这种极端的话。别人说什么其实真的不重要，你为你的儿子想一想嘛。来吧，预测一下结果吧。我觉得这大姐肯定要出来，大哥不一定。你希望的结果是？我希望结果大姐别出来，大哥出来。好，来，莎娜老师。我觉得有可能这大哥还会出来，因为毕竟就免费保姆也挺难再找的，就以他这条件。双出啊。对。那你理想的结果呢？就赶紧走啊！来。徐总，他出来是肯定的啊，包括他这次来舞台，目的也就是让他回心转意。最好他别出来啊。你的理想结果是他别出来就完了。对对对对。我觉得两个人不仅得出来，而且还得抱头痛哭，热泪盈眶。哎，我是觉得两个人都不出来最好，但是谁知道现实是怎样的呢？请开门。就是发自内心的都替我骄傲，对吧？你那句话起作用了。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金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走进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他是初中语文老师的儿子，我呢是老师最得意的学生，老师多叫我带带他，然后让他不再孤僻。我遇到他呢，仿佛从前就认识一样，从初3交往到我高3复读。上大学后，我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厦门，总因为一些小事呢争吵不休。但是我又觉得呀，他是老师的儿子，以后分手见面呢，肯定很尴尬。我好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不合适当然要分手呢，不能因为怕尴尬而选择不分手来耽误自己大好的青春，这有意义吗？我告诉你，没有分不了的手，只有不想分的手。再一次的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我们的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